情人的眼泪、白云、曼丽、天边一颗星，是新加坡建国前后风靡街头巷尾的歌曲。一代歌星潘秀琼、秦淮、黄清源、吴刚，以他们独有的演绎方式，让自己的歌声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。接下来我要介绍这位是我们歌坛的鼻祖，他是著名的歌迷王子黄清源先生。我们后辈都受他很大的影响，尤其我的唱法后面的抖音中他的毒很深。欢迎黄清源大哥。我们的过去，我们的情缘，怎么能忘记？黄清源跟秦淮一样，是以演唱文艺歌曲出道，对流行歌曲有独到的演绎。他一把独特的哭腔，将曼丽唱得如泣如诉，风靡了东南亚各地无数歌迷，至今还常在歌台献艺。他屹立在歌坛不倒，就一直到今天为止。他7岁就开始参加歌唱比赛，今年他还在唱歌。这样的年龄还在歌台活跃的，真的应该是算是没有第二人了。我记得1965年在大华戏院前面嘛，牛车水属于牛车水一带，有个夜市嘛，很多人卖东西。也有卖唱片啊，曼丽啊，这边播那边播，整条街都播我的歌，吵得要命。那时候我去买东西吃，哇，为什么那么多播我的歌？哦，原来很多人买，抢着买。那有一些买一张，很多人来听，在串珠江、连珠江那种，大大小小围住来听，就像你买一个电视机一样，他们附近的都来你家看，那个年代。是的，新加坡居然有电视了。在过去几个月里，电视当局以最高的速度筹备新加坡的电视，2个高入云端的电视发射塔，使新加坡的风景增光不少。1965年，新加坡独立，新加坡广播电视台虽然已经成立，但是电视事业处于草创阶段，电视机也不普及，一般民众的娱乐消闲活动是看歌台、听广播。那个年代，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好娱乐嘛，对不对？还没有电视嘛，就听广播，立德福生广播。我家有装立德福生嘛，那时候我住豪逊堡的女王镇的，家家户户都有装一个四四方方的，好像饼干箱啊。有时候还听到过年的时候听到香港接过来的广播啊，某某听众要找新加坡的某某亲戚啊。他那个人在香港讲话，你在新加坡收到啊，这样啊，这是一种心声呐，民众的心声。成立于1949年，新加坡收费的有线电台立地呼声开始深入民心。它除了方言节目广受民众接受，同时也播放各种类型的戏曲、歌曲，包括流行歌曲。小心看，我还是在镇上。所谓流行歌曲啊，其实就是通俗歌曲。你如果不播流行歌曲，谁还来交6块钱来听你立地呼声？我看电视就好了嘛。通俗歌曲就是给一般人，包括很有雅兴的人，他们也是很爱听的。
当时国营电台播放的大多数是激励人心的文艺歌曲，而丽丽呼声则以流行文化为主旋律，触动不少人的情感音符。我的歌曲大多数在丽的呼声播比较多，丽的呼声就很喜欢听我们本地歌手的歌曲，一直播，都是帮我们播新马歌手的歌曲，我们的票房卖的数量就比较好。黄清源从小就和广播结缘，8岁开始参加丽丽呼声的歌唱比赛，频频得奖。新加坡独立那年，黄清源刚好19岁，他是以艺术歌曲参加了国家发展部举办的4大语言歌唱比赛。这场比赛改变了他的未来，唱片公司的发掘使他成为唱片歌手，潮流所趋也唱起流行歌曲，但是对艺术歌曲的热爱始终如一。说到艺术歌曲，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没有听过，或者是很少有机会听。那现在这样好不好？现场给我们来唱几句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，观众朋友？我想他们就很想听。那我就唱我在1965年参加那个国家发展局主办的歌唱比赛，那时候我是唱意大利歌曲。他唱那首叫《O Sole Mio》，我的太阳。我的太阳表现它的辉煌，以后它出现，充满了希望。初赛、复赛、决赛这样3次都拿冠军，所以我拿到第1名，从此就走入唱片界，被人家发现了，就灌唱片。那个时候是45转了，小唱片了，黑胶的。那么一个黑胶唱片最多是4首歌嘛，那有些是3首歌这样啊。立劳小乐曲是第1首。这里好像一只船在远远里摇呀摇。黄清源出道后以戴黑框眼镜、西装笔挺、样貌斯文的歌手形象著称。最为人乐道的是他独特的嗓音，使他在歌坛独树一帜，广受群众欢迎。大家也冠以他歌迷王子的称号。黄清源的红就是那把歌声，这个哭腔那时候早就感动很多人了，所以他们听他的歌声的。你知道，马来西亚朋友告诉我，他的欢场女郎很喜欢听他的歌。我唱歌那个年代。因为我专听那个日本歌嘛，演歌嘛，好像是申京一的歌，复兴的人，申京一是演唱者，他声音有点哭腔嘛，唱得非常有感情，所以我学了很多。我也听台湾的福建歌，也是有这样的现象，所以变成我录唱片也带一点哭腔了。真正的热潮开始于黄清源对歌曲《曼丽》的诠释，赋予这首老歌新的曲风。那阵子，家家户户开着收音机、合唱机，黄清源的歌声街头巷尾都可以听到。他特有鼻音很重的哭腔唱法，掀起了热潮。我们的国旗。我们的情侣怎么能忘记？黄清源的成名曲《曼丽》的出版，奠定了他在流行歌曲乐坛的地位。这首歌也成了跟随他一辈子的代表作。当一首歌走红的时候，曼丽就是那个时候，你不管是在大波还是小波，是在牛车水还是在后港6条市，哪里你都突然间走过，你就会听到人家在播曼丽，哪怕是唱片公司在播，还是任何的一家店可能它其实是一间服装店、洋服店，里面的老板也在播曼丽。这个曼丽一走红不得了了，就有人点唱。我们有一种节目叫做点唱节目，很受欢迎的。听众喜欢什么的歌，他们可以写信来点唱。广播电台和丽丽呼声是当年唱片歌曲的推手。
除了播放流行曲之外，商业形式的赞助节目也以各种各样的呈现方式传送到民众当中。黄清源的慢力顺应而起。慢力唱红以后是另外一个时代了，的确是这样不同的。这个时代整个改变，很多文艺歌手都出来做歌星了。在起先的那个十几年内，根本没有唱片公司来跟我们买这个特约节目的，没有这个风气。以前的这个唱片，包括歌台的歌星哦，以女性为主了，大家通常都是听女歌星的歌为多，所以呢，通常女性的唱片也比较会卖钱。通常男歌手啊，基本上大家比较少会买男歌手的唱片回去听。但是黄清源的出现啊，似乎改变了这样的一种消费形态，就是大家就突然之间就觉得说，哎，这把声音很独特，大家喜欢，然后呢就开始就买男歌手，所以他其实带动了新马男歌星的一个风潮。这个时候新加坡才有唱片事业，而且是相当多。新加坡的一来，马来西亚的唱片公司也来特约，所以真的旺到不得了。它也不是靠颜值的，只要你的这个表演，你的这个所谓的歌唱的这个技术达到一定的水平，就能够受到大家的欢迎。然后这个也是他开创的一个先河，就把整个60年代的整个唱片行业推向一个高峰。黄清源原名黄启明，年轻时也会以启明为自己翻唱的歌曲填词。黄清源的唱片一上市，总会卖得好。早期70年代、60年代尾啊，他的唱片最少一发就少1万的，没1万他不叫黄清源的。那时候他的这是多产的，可以2个月就一片出来，2个月就一片出来。因为他唱片一出来可以卖几万片嘛，那时候他最红的时候，一个唱片公司一个歌星啊，一出来就发几万片啊，就收钱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几个歌星可以这样的，而且他马来西亚的市场很好了，新加坡歌星在马来西亚市场好就是黄清源。上个世纪70年代中，录音卡带开始面世，黑胶唱片也因此逐渐式微。但是追随唱片歌星的忠实歌迷却依旧细心地珍藏每一张唱片。蔡进坤50多年来就仰望着唯一的偶像黄清源，10年如一日。我第一次听黄清源的歌曲是在1965年，有一次是丽丽呼声有一个节目流行歌曲，他播了2首歌，第一首《默默无言》，第2首《为了你》。我觉得很好听，他唱歌不错嘞。那么我就开始迷做他的歌声。只要我读书回来啊，那时候是小学了，11岁。那么我回来就听了，哇，很迷啊！听到好像一整天就对了啊。黄清源的唱片是这样的，打广告先打的一个节目，那么先播出来2个礼拜嘞，哇，你要心痒痒嘞，哇，就很喜欢听，你就会跑去买。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去抢。到了70年代，3大世界游艺场的歌台逐渐没落，在本地各个角落出现了流动歌台，成了黄清源接触歌迷的场所。当年的盛况，他记忆犹新。我记得1972年我唱歌台在大马竹龙啊，那时候比较偏僻嘛，竹龙很偏僻嘛，交通又不发达，我去唱歌台，唱到人家整个台倒下来，因为上面太多人看了。每个爬上去，压力太大，承重不了，整个台打下来啊，所以很有纪念性啊。以前我们唱歌台一天可以唱13台啊，唱到哪里呢？唱到跨竹杠，
林初港，哇，那个38地方啊，没有警察来的地方，可以唱到1点，那个年代很爽了。农历7月中元节是歌台艺人1年中最忙碌的时期，而黄清源经常作为压轴登场的表演嘉宾。50年前，他也是在歌台献唱的少数唱片歌星。因为老板不给我唱歌台，他讲你是唱片歌星，为什么要唱歌台？那我觉得我喜欢面对观众啊，面对观众很亲切嘛，对对。那么观众也很支持我。所以我都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唱，整个新加坡跑到完了。除了在本地歌台表演，成名后的黄清源在70年代也经常受邀到东南亚一带登台。套句行内的说法，就是跑码头，主要是在各大城镇的戏院巡回表演，类似现在的演唱会。跑码头嘛，就是你组织一个团，有人带队。那时候都是我带队了，我领队了。那么下面有几个驻唱歌星了，那么有个人表演相声的，好像是王沙野风这样啊，2个人表演相声。那其中也有人跳阿狗狗舞的那个年代，从新山开始嘛，一直转，跑到吉打州啊，哥大，要经过双溪大连、阿罗斯大、玻璃市啊，都吉打州。那么这边北金山可以一直通到槟城的，你看这么多地方。新加坡的这些本地歌手呢，其实都在海外有一定的市场，而且尤其是像马来西亚跟泰国、印尼比较偏远的一些乡村哈，难得这些人能够巡回到这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去演出。从他们一出道60、70年代，一直到今天，他们都还对他们的这些歌声念念不忘，甚至都还一直在听他们的歌。那也可能是那时候的歌曲真的是流传度也比较高，大家也比较朗朗上口，印象也比较深刻真的是隽永金曲啊，大家百唱不厌，百听不厌。2023年的7月歌台迎来了关闭疫情之后的新一轮演出，黄清源又再次重返阔别3年的舞台，人气依旧，他也被安排到重头时段表演。我觉得黄清源3个字，在歌台，至于在台主方面呢，他是算是手中的一个武器，因为他本身也没有那么容易邀请到，也证明说今晚这个节目的预算呢是非常高的。如果说他那天只有1场，他基本上8点钟他就来到台下了，从中可以看得出他对待整个演出的认真度。无爱亲你姐，你有亲你，我的洗把掉吗？以前我唱歌死板板的站在中间，我不动的，那人家就讲我，他的脚下有5毛钱，他搭在那边，因为我不移动嘛。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我可以走来走去了。以前我不大讲话的。每次给司仪欺负我，哇，讲一大堆，我都脸红，不敢回答他。现在司仪看到我都怕，我可以顶他，他们都笑嘛，对不对？有点联络，有点默契，这样才好看的，对不对？以前我笨笨的站在中间，没有表情。岁月如梭。伴随着黄清源超过半个世纪的歌迷，缅怀的是和偶像成长的日子。我做他的歌迷到现在58年了咯。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：老树叶多，老人话多。老歌很好听，我对老的东西很怀念哦。一辈子献给歌唱，今年80岁，动过多次心脏手术，但是黄清源却依然享受舞台，不言休。
掌声鼓励。我最满足的是我留下一首歌《慢丽》。你现在就觉得他唱法有一种时代感。每当你听到这个黄清源的这个歌声，或者他的唱法，他就感觉他就象征了这60、70年代歌曲的那种风味跟感觉。每个歌手都有宣布他几时退休啊，不唱了啦。但是这句话不要讲，只要你活着那一天，一定有人要求你在表演。会唱歌的人千万不要讲退休，我从来不讲我今天退休了。我发现你身上少了几样东西。哪几样？你上面的牙都没有。对，讲到牙齿嘛，我扒光了上面，要等到过年才能够装啊。哦，怪不得我说你讲话好像有点怪。对，有点漏风啊。钟情随那流水，不断地向你倾诉。